中檔手機現在都有2亿像素的主摄了。那本次就来看看新发布的荣耀500 Pro 跟 OPPO Reno 15 Pro 之间的对比。本期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仔細去看。那中档手机以适中的价格和足够强的硬件，它的受众应該是更广的。OPPO 这邊用的是天玑中高檔的處理器，荣耀這邊用的是驍龍頂尖的處理器。那電池方面 ，OPPO 這邊是6500毫安時的電池，已經很大了，对吧？榮耀這邊居然是8000毫安時的電池，8000毫安时，我的天哪！那我估計廠家也是為了讓更多的朋友手裡的設備硬起來。那不過我們的節目呢，只是聊影像的節目，雖然說節目的大量時長呢都在做評測，但是我們節目最終還是為了讓更多的朋友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非常感謝那些在視頻回復裡上傳攝影作品的朋友，是你們用實際行動真正的帶着大家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也非常感謝那些給我們節目點讚和加關注的朋友啊，尤其是加關注，因為這點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麼下面就來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。器材雖然分好壞，但是攝影不論器材，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歡迎收看 ZPH，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！那下面就來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。那作為中檔手機的代表，這兩台手機呢都有主攝和超廣角，還有夠用的長焦鏡頭。榮耀這邊是3倍的長焦鏡頭 ，OPPO 這邊是3.5倍的長焦鏡頭。在榮耀的拍攝界面裡有 0.6 倍的超廣角，1倍的主攝，2倍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3倍是光學長焦鏡頭，6倍是3倍鏡頭的數碼變焦。在色彩模式選擇裡呢，也是繼承了自家旗艦 Magic 系列的所有選項，包括了自定義色彩模式啊、AI 追色功能啊，還有鮮明自然质感和其他的各種模擬胶片的顏色選項。這些選項呢，都是跟自家旗艦 Magic 系列一脈相承的。在机身的側面呢，也有一個 AI 按鍵，這點呢跟 Magic 系列也是一樣的。平時呢，它是負責 AI 功能的，當然你也可以給它自定義很多其他的功能。那麼在拍照的時候呢，它也是一個拍照按鍵，你滑動它呢就是變焦，輕摁呢就是对焦，重摁再抬起來呢就是拍攝。那繼續表揚一下最近榮耀發布的幾台新機的防抖能力。從這段畫面中你們就能看出來，我單手拍攝的時候，它們的穩定性是非常好的啊，防抖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。现在是 OPPO 的拍攝界面，它也有 0.6 倍的超廣角，1倍的主攝，2倍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3.5 倍是光學長焦，7倍是3.5倍鏡頭的數碼變焦。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OPPO 的 Reno 系列啊沒有大師模式，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個模式的。看來這個模式只能在 OPPO 的 Find 系列上獨享了。這個模式我已經說了很多次，我個人非常喜歡，它的色彩非常好啊，只可惜用 Reno 的用戶呢就沒法體驗大師模式了。兩台手機的系統呢都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，那下面我們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在光学上、在影像上的表现了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攝開始聊起。從參數上說，感光器尺寸是榮耀的更大，光圈呢是 OPPO 的更大，其他的參數呢兩邊都很接近，它們都是2億像素的主攝。測試方式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拿起來就拍。那麼第一個場景呢，兩邊的顏色風格呢還算接近。那最為重要的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榮耀的稍微強一點點啊，但是這個差距呢倒不是質的差距啊，就是榮耀的稍微強那麼一點兒。
再換一組對比樣片，這回的顏色風格方面呢，兩邊倒是不一樣了。榮耀這邊更鮮豔一些 ，OPPO 這邊更沉穩一些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那麼這一組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反正要細說的話，肯定還是有差別，但是它們是屬於同一級別的啊。两台主攝都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，那麼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呀，這個細節呈现的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啊。榮耀這邊強很多。這種自然紋理比較豐富的場景呢 ，AI 是幫不上什麼忙的，而且在成片的顏色上也是榮耀這邊看起來效果更好。那不過這裡要說一下，榮耀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拍攝的時候，快門要轉圈圈，要轉1秒鐘的時间，拍攝速度比較慢。OPPO 這邊呢是直接成像的，所以榮耀這邊清晰度高啊也是正常的。那麼鏡組的光學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能力方面呢，兩邊差不多啊，看另一個角的表現也是如此。這两台主攝鏡組的光学質量都屬於不錯的。再說超廣角鏡頭，從參數上說呢，先說一下榮耀吧，還是應該把感光器大小這種跟光學跟像場有關的參數呢公布一下啊。反正我到現在呢是沒看到它的參數。那麼原生像素呢也是 OPPO 這邊更高，是有5000萬像素的啊。不過根據經驗啊，這種級別的超廣角呢，它的高像素模式跟普通模式在解析力方面應該沒有什麼區別。先看第一組測試樣片，色彩風格方面依舊是榮耀這邊看起來更熱情 ，OPPO 這邊看起來更沉穩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乍一看兩邊差不多，不過這個樹葉的表現啊是榮耀的更好。但是換了一個場景呢，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又是 OPPO 的表現更好了。那麼這2顆超廣角鏡頭呢，就是在不同场景呢，就是互有勝負啊。这是我挑出了2個略有區別的場景。其實我拍了很多的場景，都是很接近的。那麼 OPPO 的超廣角呢是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的，榮耀的超廣角呢是沒有高清模式的。但是跟前面預料一樣啊，兩邊在解析力方面沒有什麼區別。但是比較奇怪的是，在這個場景下 ，OPPO 的高清模式樹葉的表現跟普通模式一樣啊，都不是很好。那鏡組的光學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，如果看右上角呢，兩邊就是差不多，但是看左上角呢，是 OPPO 的稍微強一點。再說長焦鏡頭，榮耀是3倍的長焦鏡頭 ，OPPO 是3.5倍的長焦鏡頭。對比樣片呢，先從2倍數碼變焦開始看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啊，還沒到真正的長焦鏡頭呢。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呢，2倍數碼變焦，它們兩邊是差不多的。那至於這2台手機長焦鏡頭的光學焦段呢，對比結果就顯而易見了。比如說3倍下，那3倍呢，榮耀是光學焦段 ，OPPO 這邊還只能靠主攝的數碼變焦，那解析力肯定是榮耀的更好了。那如果換作3.5倍焦段呢，這個時候榮耀又是3倍鏡頭的數碼變焦了，而 OPPO 是3.5倍的光學焦段，那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肯定是 OPPO 的表現更好了。他們倆的長焦鏡頭都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，那麼在高清模式下呢，其實他們在細節呈現跟解析力方面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在照片的觀感上一眼就能看出來是 OPPO 的表現更好。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在照片的觀感上也是 OPPO 的更強。我本來以為長焦的對比就這麼沒有懸念的結束了啊，但是從20倍數碼變焦開始，兩邊的對比變得有意思起來了。雖然說 OPPO 這邊在觀感上還是保持了優勢，但是你仔細看，它的數碼塗抹痕跡是非常重的，很多細節都被塗抹沒了。而榮耀那邊保留下來的真實細節是更多的，但就是在第一眼的觀感上呢，沒有 OPPO 的好。那在這種情況下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到了30倍超長數碼變焦的對比呢，也是如此。榮耀這邊保留下來的真實的細節紋理是更多的。那麼 OPPO 那邊呢，第一眼觀感上是更好的，但是它數碼處理、數碼塗抹的痕跡更重啊，把一些細節都塗抹沒了。那在這種情況下，各位怎麼看待他們2個的最終成片效果呢？再說微距拍攝的对比，這2台手機呢，他們都是用超廣角來拍攝微距的。那拍攝的方式呢，就是用主攝慢慢接近背手物體，系統就會切換到超廣角，然後數碼變焦到主攝的焦段來拍攝微距。這樣的效果拍攝微距呢是最方便最好的。那麼兩邊在拍攝微距能力方面呢，大家也看到了啊，非常的接近。那麼換一個場景呢，拍一些小線頭什麼的，他們的表現也是在伯仲之間的。那麼再說前攝啊，先看前攝自拍的效果，用的就是前攝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那麼在第一個場景中呢，兩邊可以說是一明一暗，榮耀拍出來呢更亮堂一些，OPPO 相對暗一些。
但是兩邊在成片質量上来說呢，都是属于質量非常高的那种。那麼我也分不清哪邊更好一些啊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那麼前摄的场景呢，我又換了一個陽光直射的场景，当时阳光還是非常強的。两邊的效果呢，雖然說仔細看還是有些差別，但是依舊在成片質量上都是非常好的。那麼各位從你們的顯示設備上看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現在是前摄錄像的效果，用的也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兩邊在清晰度、防抖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優秀的。視角呢是 OPPO 的更寬廣一些。當時測試的環境呢，會有突如其來的強光照在臉上啊，就是一會兒有陰影，一會兒有強光。兩邊前攝錄像的表現都是非常穩定的，它們呢都可以說是非常上乘的表現。再說人像對比，用的也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那麼第一個場景呢，是在順光的陰影裡邊，這個環境呢，對拍人像來說呢，難度不是很高。榮耀這邊拍攝出來的效果呢，還是很精緻、很精美的，但是磨皮美顏的程度呢更重一些。OPPO 這邊的人像效果，第一眼看起來沒有榮耀這麼精緻，但是它是追求還原的，膚色還有背景的顏色呢，也都是很好的，質量也是很高的。不過換了一個場景，換了一個殘酷的場景，就是陽光直接打在人物的臉上、人物的身上。那麼這個時候，兩邊拍攝人像的效果差別可就出來了。當然了，現在這個場景對於拍攝人像來說，確實難度非常大。可是榮耀的表現就是非常出色。那相比之下 ，OPPO 這邊的表現，跟榮耀比差距就比較大了。那榮耀這回在拍攝人像的時候，當檢測到人臉的時候，畫面的左上角會出現一個 AI 超清的選項。如果你點擊這個按鈕，把這個功能激活的話，就可以拍出質量更高的人像照片。經過對比呢，衣服的質量啊倒是沒有什麼提升，但是對於人像面部的清晰度啊、毛髮的清晰度啊、鬍鬚啊、頭髮這些清晰度，確實質量提升了不少。再說植入寬容度的對比，那麼這兩台手機呢，主攝跟超廣角在難度低的場景下，它們的表現都還可以啊，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都沒問題，樹枝與天空的分界呢做的也都很真實。但是隨着場景難度的增加，可以發現榮耀在暗部細節呈現方面確實更穩定一些。那隨着場景難度的繼續提高，那麼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，都是榮耀的表現，尤其是暗部的表現，細節呈現方面更穩定。再看夜景對比，那麼這兩台手機呢，在城市測試環境下，主攝呢是可以做到直出的，按下快门就能成像。那麼超廣角呢，它們倆呢默認都是有自動夜景的。不過呢，榮耀的自動夜景是沒有找到關閉的入口的。OPPO 這邊的自動夜景是可以在拍攝界面中隨時關閉的。那麼對於用戶來說呢，選擇權是在自己手裡的。不過 OPPO 在很多场景下，它的超廣角、直出啊、亮部細節呈現是有問題的，還是要打開自動夜景之後啊，才可以拍攝出亮部細節比較豐富的照片。但是就算是都有自動夜景的情況下，在這個場景呢，主攝的表現都是沒問題的，他們也都算是直出。但是超廣角呢，在自動夜景加持下，暗部細節呈現也是榮耀的更好。來到城市的昏暗環境，主攝呢，他們倆也都打開了自動夜景，細節呈現呢兩邊差不多。那麼超廣角的表現呢，雖然說 OPPO 拍得更亮一些，但是細節呈現兩邊還是同一水平的。現在是長焦夜晚在城市測試场景的表現。那麼從2倍的數碼變焦到它們长焦的光学焦段，再到10倍的數碼变焦，两台手機的水平也是非常接近的。但是到了城市的昏暗環境，他們倆的长焦鏡頭就是榮耀的3倍和 OPPO 的3.5倍，在這個場景下呢都會觸發自動夜景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是榮耀的表現更好。10倍數碼變焦的表現，他們倆又是同一水平了。來到真正的极暗環境，就要打開夜景模式了。那麼第一個场景祖傳神速呢，雖然說主攝拍出來一個亮一個暗，但是他們的細節呈現呢是同一水平。那麼超廣角到了這麼暗的環境呢，就很難應付了，而且 OPPO 那邊的顏色呢表現得不太理想。真正有難度的呀，就要從健身器场景開始說了。這個時候榮耀主攝的表現是非常驚人的，它又能拍出夜景的氛圍，同時還能表現出非常豐富的暗部細節，可以說是教科書水平的啊。但是並不是說它就能趕上現在的旗艦級主攝的水平了，而是這個時候健身器场景的樹葉少了很多，環境光呢也亮了一些。那超廣角的表現呢，還是誰也甭說誰啊，細節呈現都是非常不足的。矬子里拔將軍呢，要是不算顏色呢，OPPO 的稍微強一點點，但是也沒有什麼用啊。
樹林小路場景，榮耀的主攝表現依舊是非常驚人的，依舊是教科書級別的，依舊可以拍出夜景的氛圍，讓整體的環境暗下來，同時還能展現出非常豐富的暗部細節。那麼相比之下呢 ，OPPO 這邊塗抹感就更重了啊，細節肯定是沒有榮耀這邊好的。最極限、最變態的祖傳神樹 Pro 場景，榮耀的主攝依舊展現出了非凡的實力啊。看起來雖然說噪點多一些，但是它的細節呈現非常豐富，樹的紋理也非常自然。那麼相比之下 ，OPPO 這邊是沒法比的。視頻錄制用的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也是最接近現在社交軟件錄制的效果。現在是主攝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現，沒有架子，沒有穩定器，兩邊的防抖跟清晰度表現都是非常到位的。那麼顏色呢是有一些區別的。當時的拍攝環境呢是北京冬天下午的3、4點鐘，陽光已經很斜了。那至於當時的色溫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腦補一下啊。你們更喜歡哪邊拍攝出來的色彩氛圍呢？現在是超廣角的錄像表現，那麼跟主攝一樣啊，防抖跟清晰度方面兩邊都是非常好的，就是顏色方面有区別。那麼你們更喜歡哪邊的色彩呢？现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錄像對比，那麼這個場景下兩邊的防抖都是非常優秀的，清晰度呢也都是比較接近。但是 OPPO 在白色的部分，就是強光直接照在淺色的部分啊，有些過曝了。现在是他们光学長焦鏡頭的錄像對比，榮耀是3倍 ，OPPO 是3.5倍。這個時候他們的表現都是非常優秀的啊，清晰度啊、防抖啊、色彩都很好。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錄像對比，兩邊在清晰度跟防抖的表現也都是很好的，而且也並沒有因為是數碼變焦顏色變得發白啊，顏色也都是挺好的。榮耀這邊錄像最遠的數碼變焦倍率就是10倍 ，OPPO 這邊能到18倍，但是 OPPO 這邊的解析力跟清晰度啊和榮耀比起來也沒有什麼區別。OPPO 這個18倍呢，就是能把景物放得更大一些，但是清晰度什麼的並沒有什麼優勢。現在是夜晚主攝的錄像表現，要是論防抖的話，榮耀這邊肯定是比 OPPO 更好的，但是顏色方面呢，我感覺是 OPPO 的更好。在清晰度方面呢，其實兩邊是同一級別的，但是榮耀這邊的防抖更好，所以它看起來是更清楚的。超廣角在這麼昏暗的場景錄制呢，都是非常困難的，但是 OPPO 的表現是明顯比榮耀更好的，只不過這個鬼影呢也是更明顯的。那現在是長焦夜晚的錄像表現，這個環境還是非常暗的。那現在榮耀是3倍 ，OPPO 是3.5倍，它們都是光學鏡頭拍攝的了。要說顏色呢 ，OPPO 還有點優勢啊，但是清晰度跟防抖都是榮耀的表現更好。不過到了10倍數碼變焦的錄像表現呢，情況就出現反轉了。剛才榮耀這邊還是用3倍光學焦段拍攝的，但是切換到10倍之後呢，系統居然會讓主攝數碼變焦到10倍來拍攝。那麼這個時候在畫面的呈現上可就沒有 OPPO 好了。相同的場景3倍錄像的時候，系統就用3倍光學焦段來錄制，為什麼更長的數碼變焦的時候反而系統要強制切換到主攝來拍呢？我希望這一點榮耀在後期系統升級的時候可以解決一下。這2台有代表性的中檔手機的對比告一段落了，可以發現它們和旗艦手機的差距啊正在縮短，影像能力都很強悍，但是彼此呢也都有不足。不過好在呢，大多都是軟件上的問題。如果你想支持哪家呀，不妨和他們的客服反映一下現在看到的問題，讓廠家看到你們的聲音，也讓他們越做越好。那麼節目的最後呢，大家可以說一下你們更喜歡哪台手機的工業設計，哪台手機的造型呢？如果你喜歡榮耀這邊打1，如果你喜歡 OPPO 這邊打2。OK， 到結尾了。看完前面內容，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啊！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